如果有一天，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巨轮不再选择停靠新加坡，会发生什么？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几个码头、几万个货柜，而是这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赖以生存几十年的经济命脉。而今天，在新加坡西部海岸线，一项足以改变国家未来100年的超级基建正在深海中悄然成型。水下20米、延伸9公里的大士港水下长城。很多人看到大士港，只会关注200亿新币投资、全球最大自动化港口，以及那些震撼的工程数字。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新加坡正在用这一座超级基建，同时解决3个决定未来的问题：守住全球航运中心地位，释放城市发展的黄金空间，以及提前应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的挑战。换句话说，大士港并不是简单的在海边建造一个更大的码头，而是在深海之下，为未来100年的新加坡提前布局时间、空间，以及面对全球竞争的绝对优势。先把一个误区拆掉，大士港不是把旧码头原封不动搬过去而已，它本质上是一场国家级空间重组。新加坡最贵的从来不是钢筋水泥，而是土地，是每一块土地背后到底该承载什么功能。过去丹戎巴葛、吉宝、布拉尼、巴西班让这些南部港区一边承担港口任务，一边占着全岛最稀缺的滨海地段。问题是，港口越做越大，城市也越长越密，两边开始互相卡住。港口需要更深水、更长岸线、更大堆场、更完整的自动化系统；城市则需要住宅、办公、公共海滨，还有更连贯的生活空间。新加坡的做法很直接，既然土地不能凭空变多，那就重排功能，把分散在南部的港口集中到西部大市，换出约2000公顷的南部发展空间。这就是所谓的时空置换。你今天看到的是港口搬迁，政府看到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城市版图。为什么这很新加坡？因为这套思路不是临时起意，早年港区调整本来就为后来市中心扩容腾过位置，今天再来一次，只是规模更大，周期更长，牵动的利益也更多。说得更白一点，大士港不是孤立工程，它和你以后住哪里、南部海边会变成什么样、国家下一轮增长点放在哪里，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很多人一听到大士港，先记住的是全球最大自动化港口这种标签，但真正决定新加坡能不能继续吃航运这碗饭的，不是大，而是时间。航运业表面看是在搬货，实质上是在买时间。船越大，单位运输成本通常越低，所以全球集装箱船这些年一路大型化。可船一旦变大，港口门槛就跟着抬高，水要够深，岸线要够长，堆场要够大，调度还要够准。任何一个环节跟不上，船公司就会重新算账。大士港为什么关键？第一，他把深水能力提前做好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大士港规划了可服务超大型集装箱船的深水泊位，这个不是炫技，而是为了把下一代大船也接得住。第二，它解决的是集中运营。过去南部多个港区分散运作，先天会有资源分散、转运路径复杂、扩建受限的问题。集中到大市之后，船舶靠泊、堆场安排、路侧运输、自动化设备可以放在同一个系统里协同。第三，它做的是产能缓冲。PSA 公开目标是到2040年代把年吞吐能力提升到6500万 TEU。这个数字真正的意义是留余量，因为全球供应链已经证明，最值钱的不是平时跑满，而是在波动来了以后还能不乱。对船公司来说，收费高一点不一定最痛，最痛的是不确定。船晚半天，后面整个航线排班、码头窗口、燃油计划、客户交期都会跟着乱。尤其是转运港，靠的不是本地腹地市场，而是全球航线愿不愿意继续把你当中枢。新加坡过去能赢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赢在可靠性。大士港是在把这种优势工业化、规模化、长期化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新加坡不是靠自己市场大来吸引船，而是靠自己不浪费别人时间。这个国家太小，没资格靠便宜取胜，只能靠准、稳、快活下去。第二个常见误判是，
自动化港口等于机器把人赶走，这个说法太粗，也不符合新加坡现实。新加坡的问题从来不是人太多，而是土地贵、人工贵、时间更贵。如果港口还停留在大量依赖低技能、重复性体力劳动的模式，它迟早会被更便宜的地方追上。大使港的自动化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当你不可能靠低成本取胜时，怎么把高成本变成高门槛？答案就是系统化。你看到的是无人驾驶车辆、自动化桥吊、远程控制中心，真正更重要的是，整个港口能不能像一个实时运算的网络？哪一艘船先靠？哪个箱先卸？哪条路径最顺？哪段堆场最满？哪一批货要优先转运？这些都不是靠人海战术解决，而是靠持续的数据调度。新加坡也在推进 Digital Port at SG 这类平台，目的就是减少信息摩擦，让船公司、港口、监管和物流环节更快对接，效率提升约30%。这个说法放在港口不是小修小补，它足以影响一家航运公司愿不愿意继续把新加坡当核心枢纽。那人在哪里？人没有消失，而是在往上移。传统岗位会减少，这是事实。增加的岗位也很清楚：设备维护、自动化系统管理、海事软件、数据分析、调度控制、网络安全、绿色燃料服务、合规与碳排管理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件事很现实。你今天关心孩子以后读什么、做什么，已经不能只盯着金融和纯互联网几个老答案。海事、物流科技、工业软件、绿色航运，这些看起来没那么热闹的领域，反而可能是未来20年更稳的饭碗。现在回到最现实的问题，200亿新币值不值？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个港口项目，这笔钱当然很大。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笔同时买下航运地位、城市更新、绿色转型和气候防御的长期投资，算法就完全不同了。先看土地，随着南部旧港区逐步腾退， 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这块约2000公顷的发展带，不只是地产新闻里的漂亮概念图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种规模的连续滨海土地极其少见，它意味着未来可以重新安排住宅、办公、休闲、公园和海滨公共空间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不是抽象的国家规划，而是你以后会不会有更多靠近市区的生活选择，会不会有更完整的海滨公共空间，城市会不会少一点工业割裂感。再看绿色转型，未来港口竞争不只是谁掉得快，而是谁能服务下一代船。国际海事组织已经通过到2050年左右迈向净零排放的框架，航运公司会被迫寻找更低碳的燃料和补给方案。新加坡今年已经完成绿色甲醇和生物甲烷等船用燃料加注试点，也在布局更完整的低碳海事服务。意义不是追热点，而是在抢一个位置。最后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，气候风险。大使港这种面向2040年代以后长期使用的设施，如果不把海平面上升、极端天气、岸线韧性算进去，今天省下的钱，未来可能要用更高代价补回来。所以政府强调抬高地基、海工防护，不是为了宣传，而是因为港口这种东西一旦建错，回头成本极高。也就是说，大使港不是只在回答怎么赚钱，它还在回答怎么不在未来吃更大的亏。所以，大使港最值得记住的，不是全球最大这4个字，而是它背后的判断。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，不能等问题来了才补洞，只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先把未来需要的位置站好。海下约20米的工程，沿岸约9公里的布局，200亿新币的投入，6500万 TEU 的目标，南部约2000公顷的腾挪，这些数字放在一起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。新加坡的基建不是为了盖得壮观，而是为了给国家留出选择权，留出未来。如果你也关心这种看起来离日常很远，最后却都会回到住房、工作、通勤和生活成本的问题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想我下一期拆哪一个新加坡重大基建？南部大都会、樟宜机场扩建，还是海平面防御工程？